有声音了哈。好，老师刚刚这个声卡插错地方了。好，那我重新来一次哦。来，还好我有看到那个这话来，不然我讲1个小时，然后都是那个什么自弹自唱就不好看了。OK， 好，来，我们现在重新来一次哈，就是说现在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的农历7月了。在农历7月的时候就是我们传统民俗上的鬼节。那我们的一个天赦消灾忏罪回向法会了，就会办到我们的8月12号。但是因为经理老师他现在出差了再加上其他的师兄弟也不容易怎么样呢？不容易去请他们来帮忙，因为这个节日我告诉你，这个通常就是年底就是你在那个要跨年，还有就是在这个农历7月是我们这个跟宗教有相关的行业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你要调的人现在还不好去调所以说老师可能会在8月9号或8月10号，老师就要进行那个我们暂停收官了，因为老师要准备一些用品、书文，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法器这是要处理的，好吗？那现在都有声音了我们现在都有声音了，大家晚上好那老师还是讲一下记得我们在做普渡的时候因为上周我们讲过，这稍微简单提一下。我们在普渡的时候各位要准备一个普渡公的牌位你拿一个亚克力板，或者是拿一个那个大的那个饮料罐、保特瓶都可以红纸包着，上面写普渡公3个字，然后放在那个普渡的桌上最前方的普渡桌上，然后普渡公前面再摆那个香炉。香炉如果你是一般的商家，你没有准备那个特别字的香炉的话，你就拿一个杯子纸杯，或者是拿一个铝罐拿一个那个铝罐，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喝可乐那个铝罐那一样把它包红色，然后里面把上面那个头去掉，然后倒上白米进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插香了。那当你拜完之后呢，那你当然就是先要把那个普渡公呢请他离开了，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个米倒到金炉里面一起化掉就可以了米经不起化了那个金炉的温度很高米放进去它就变成灰了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最重要记得的事情是我们在办普渡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祝福他能够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快快乐乐来，然后那个尽兴而来，然后诚信回去大家都很高兴的回去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办法。那就是不要许愿不要说请保佑我们公司业绩长红请保佑我家里身体健康请保佑我的那个升官发财我告诉你，你许愿99.9999%的众生都不会理你，但是如果遇到一个会理你的，我告诉你，你付出的比他给你的还要来得多，这是一定的事情。我告诉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做买卖一样嘛，你卖出去的东西你一定要加利润，对不对？那他给你要的，那是不是他拿出来更多的东西？不然他凭什么给你呢？对不对？他之前也是人，你知道吗？这众生好，就你之前都是人你不要开这个玩笑千万不要去许愿。老师每一年，我希望今年我不要遇到，每一年都会好死不死都会处理到这种案子就是突然被弄着了，然后再老师要去帮忙调解，这个没办法一直调解啦，你不要许愿就没事你一许愿对方就说是你找我的不是我要来缠着你我告诉你这个很难调解，因为那是你发愿的，那是你要的，对不对？你要的我想办法给你那你在土地城隍面前你就不好讲，神明面前也不好讲，那是你要发愿的。那我给你，那你要给我什么东西？那当然这是我要的东西，你要满足我对不对？漫天喊价就像你本票落在别人手上，漫天喊价我告诉你那个很难处理你其他的事情可能比较好处理，但这个事情真的非常难处理，所以要记得不要许愿。好，我们这个讲到这边就可以了，好吧？好，那这一周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周当然这个老师这个礼拜也受到很多朋友的一些关心就是台湾还有美国的股市大跌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呢，应该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一些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那当然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看到的是美国的选举。美国选举这个东西各位可能觉得是美国境内的事情，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只有美国境内的事情，它影响的层面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也不是什么中共打台湾这件事情那么样的肤浅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各位去了解。第一个就是说呢像我们的特朗普他面对的就是一个年轻的贺锦丽。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川普老先生他之前攻击拜登，他就是他年纪也很大，但是现在如果贺锦丽的时候，那么他之前怎么攻击别人的那个回力镖就直接打他头上。为什么？因为他也78岁了，对不对？他也78岁了，所以是说他现在选举的，像我们3年前讲到的事情也是一样。去年上一次的那个拜登选举的年龄就是川普现在的选举，相信各位老朋友跟着我老师3、4年以上的都应该还记得老师特别讲这句话。你在隔个4年去选的时候，那你川普的优势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拜登不一定会做下去。我们当时就讲这句话，老师不认为他可以，当时就觉得他要做完这个任期有点悬。
但是他也得到了复阳，这个新冠又复阳了，然后还是又怎么样呢？又是安全顶过去，当然也是好事的。但是很多事情就这样，他能不能做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4柱八字里面，我只有他的前3柱，我没有他的第4柱，所以说我不能够太了解他的一个其他的细节。但是的确他现在状况不是很好，那也知道他现在也退选了。所以说，现在川普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以前丢出去的回力镖全部打到他自己身上，对不对？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地方呢？像川普他现在反移民，他为了针对贺锦丽，他进行反移民。他反移民啊，在这个他自己所做出来一个做法是什么样的？他公开的去跟大家去说，如果他赢得今年11月的大选，那么他将会驾轻就熟，直接发布行政命令，终止身份属地主义，但是不会向前追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以后呢，你不能是怎么样？你不能带着一个球到美国生下孩子之后，然后这个孩子就是美国人。不行啊，就是属地主义，就是我在美国领土内，我生了这个孩子啊，那他就是美国人。其实这个模式啊，台湾啦、香港啦、日本啦、中国啦，很多人都用这一招啊，就是把小孩啊，他可能去那边旅游，可能6个月，对不对？他在那边可能自己肚子里面带了4个月，然后不讲。是不是？然后到那边呢，再把他生下来，生下来之后，你的小孩就是美国人，你的小孩是美国人之后，那以后你全家都可以依亲。其实，在美国现在某一个政要，他们家就用这个方法，是谁？你们自己去猜啊，老师不要去攻击人家的家庭。但是实际上啊，台湾人过去也都是用这个方法，带球跑步啊，就直接飞过去带球跑步把他生下来。那过去是比较容易的啊，美国省比较严的，但是加拿大、澳洲过去啊，台湾、香港的同胞们啊。都常常用这一招，直接让小孩不用办什么移民签证，什么都不用，你也不用考试，你在那边只要把他崽生出来，他就是当地的人，然后你就依亲，父母就依靠在那个小孩子的名下，他们也可以顺利的移民。好，这是一个做法，但是现在川普把这个方法去处理掉了，啊，以后你就不行用这一招了，以后你就不行说在美国生孩子，你这事情就结束了。那么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什么了？牵扯到这个反移民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让这些移民的1、2代他会不会继续愿意支持川普？那这个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其他家人也想用这一招去在美国或尤其在美国去生小孩，然后取得当地的国籍。因为你知道嘛，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不是一个，它像法国或者是像那个欧洲那些地方，他们是原始就在那个地方去生活的。但是美国是一个移民过来的，真正美国原住民呢，大概就是印第安人嘛，大家也知道，所以说我们就把印第安人跟墨西哥人怎么样呢？请他们去做什么呢？做这个生命平等器，让他们去平等一下之后呢，众生平等器平等一下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就变成美国人了。美国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来你就可以进行你的美国梦，那你就可以成为美国人。所以说美国在2战之后用这个方式，当然他们国力非常的强大。但是你现在反移民就变成什么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什么？叫在战国时期的逐客论。那逐客论那逐客论就是怎么样呢？你非秦国以外秦国的人，你就把你赶出去，对不对？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好方法？绝对是一个不好的方法，而且你会让你现在准备移民的那一些亚裔或者是墨西哥裔或其他裔的人，他们就会心存的一些什么顾忌表面上可能还是支持你，但实际上他们可能会想，如果你不上来，是不是这件事都不会发生？这也的确，他不上来，那么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但是他必须要讲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要动用行政命令。那川普在过去他在执政的过程之中他发布的行政命令可多了去了，所以他非常驾轻就熟，他知道他可以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是不是他都可以明白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特别急的去做处理移民的问题这个我们似乎可以去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特朗普老先生他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危机感不多，但是有一点点的危机感，因为他现在赢面还是比较大的。而在第二件事情就比较有趣的就是老师最近才知道，他在7月27号他在田纳西州的时候他们有去做一个发言，是什么呢？他说他当选之后要比照石油建立比特币国家战略储备，确保美国成为加密货币之都以及比特币强权。这个事情讲的是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当然这个有人觉得对比特币是利多，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成就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并不是在总统身上，也不是在美国的财政部上面。美国的货币发行权跟所有一切的金融大权，全部都在这一民族手上。那这一民族他们当然会有一个联储会，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把美国的一些什么
那个比特币的国家战备储备这个东西变成是他们的国策，因为他不能够接受一个他没办法持有的东西变成比特币，而且比特币它本来就没有价值。各位去了解这件事情，比特币跟所有的虚拟货币都是一样，区块链货币都是一样，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各位不要去跟老师辩，老师你不懂这个，我告诉你 NFT 在出来的时候，老师已经po过一个专栏，就跟各位讲，他一定完蛋，他肯定完蛋。任何有名的，哪怕有点名气的小网红，你都可以透过卖这个 NFT 然后来去赚一笔钱。但是老师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一个虚拟的，它不具任何法偿效益的，它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存在。它应该这么讲来讲好了，你那个区块链的货币啊，或是你的 NFT 啊，这些东西啊，你完全连那个什么，以前在那个荷兰的郁金香那个花苞还比不上，比中国的冬虫夏草还比不上。冬虫夏草跟郁金花的花苞那个都还有实物啊，就是实体的东西，不是吃那个食物，实体的东西。那么你这个比特币基本上它就是一串数字，它没有办法来进行任何的有效率的代表，是说它可以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产物。好，这个是完全是不行的。有人说老师你这个你不懂，这个未来趋势是这样，不是的。美国现在经济为什么差，就是因为它走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和各种服务业，他们的非农工业指数、非农指数，他们就影响他们的股市很多，因为他们把所有工业都基本上放弃了一大半了。过去美国是工业强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去讲。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他现在面临到的问题啊，其实在于川普他把所有他认为可以去刺激选票的东西都讲一遍，但是他自己也知道有些东西他是不可能去完成的事情，有些东西他是不可能去真的去把它实现的事情，但是他必须要讲。但是你越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巩固你自己的基本盘，说没有错，我们选这个特朗普老大，他就是为我们美国着想，对不对？你看那么多的那些黄皮猴一大堆，那些墨西哥老墨，是不是？那他跑来我们这边，讲前面开送外卖，那我们本店怎么送外卖呢？是不是？卖外卖都被他卖完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来我这边吃甜甜圈，那我甜甜圈越来被他们吃贵怎么办？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是说，那你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支持你，因为别人就有危机意识，就是说你讲这个东西，你真的实现，那国家是完蛋的。所以他巩固基本盘之后，他会变相的把其他的对他有一点点观望的人给他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之前，然后川普他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的是什么？用的是 TikTok， 也就是国际版的抖音。但是这个东西啊，其实怎么说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事情啊，其实抖音对他来讲的影响可能还是有的。而第二件事情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其实在其他州他们有去在发表他的言论的时候啊，川普也说，只要选他4年之后你不用投票了。这个有一些热心的粉丝朋友啊，跟老师指导一下啊，老师知道了，知道这件事情了。那这老师没有回你，不好意思，但是感谢你的指导，因为美国他的确只能做2任总统啊，他就只能这一任他最后一任选上，他也只能做1任。那么请问一下，4年后不用投票是什么意思？他安排他自己的女儿吗？还是安排他自己的女婿？还是安排谁呢？然后继续变成一个世袭家族嘛。所以说，在美国这一个民主大熔炉，又是一个民主制度那个 democracy， 它有一个非常一种矫枉过正的一个国家里面，你跟他讲你4年之后不用投票了，那么你会让一些中立的人感觉到一些危机感。这个老师不是在跟各位去赌川普会不会上，或是贺锦丽会不会上，只是我们现在分析在美国的他们的一个社会模式做出这样发言之后，百姓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舆论跟风向去变换。而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就看到民主党这边啊，其实现在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大帝啊，俄罗斯的沙皇普丁啊，他就怎么样跟美国进行了换球，就是把他们的一些俘虏啊来做交换。那这个东西啊，它的一个规模啊，是在美苏冷战之后最大的规模。这样状况之下，自然是把这一些被俄罗斯去扣留这些美国人跟美国这边呢被扣留的俄罗斯人来做这个大型的交换，也就是让各自回各自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政绩，就怎么样呢？你让流亡在外的同胞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面，那这个就是政绩。那这个政绩给了谁？这个政绩就给了拜登政府。那给了拜登政府，又不是贺锦丽的，那有差吗？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给贺锦丽？因为他的金主，他的所有的竞选团队基本上。他过度交接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贺锦丽本来就是副总统，所以是说呢，金主很熟悉他，所有的一些行政体系也很熟悉他，所有的选务单位也很熟悉他，大家不用猜新来的人会怎么干，
因为新来的人就是自己的一份子，因为他们上一次就已经一起选举过了，这一次你只是换一个新的班底，包含副总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他们自己的人马，但是整体来讲啊，包含了比如说像美国的演艺圈啊，乔治克隆尼啊，或者是其他的比较碧昂斯啊等等之类的大咖，他们就立刻跳出来，然后开始带舆论，然后再带舆论。那这些人带出来多少舆论，老师不知道，因为毕竟我不在美国嘛。我觉得老艺人你可能影响有限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好，可能是有限的。那但是他还是出来去出钱又出力啊，把这个百姓的一个想法把它带出来，把他们的观念带出来。当然现在气势就会变比较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到了是说，俄罗斯他要把这个政绩交给了民主党，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是不是说变成是说俄罗斯他希望的是贺锦丽他当选呢？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现在的状况是非常的一个混乱。在这么混乱的状况之下，如果再让这个天秤开始产生了一些怎么摇摆的时候啊，那美国会更加的混乱。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因为拜登实在是现在的声势是比较强的，我们必须认同他现在声势的确比较强的。民调那拜登还是讲错了，川普还是比较强的。说川普他现在的整个气势还是很 OK 的。那你现在再让这个势力混乱一点的话，其实对俄罗斯是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美国政府越混乱，那么你是不是对乌克兰跟中东施力的能力就越来越低？是不是就有这个状况？那所以在现在状况，我们的确是发现乌克兰跟中东那个地方啊，产生了很大的一些混乱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在换球之后啊，那个拜登总统啊，他就亲自去接见那些被扣押的这些人质。那么这个状况就蛮有意思的，就是政绩给他了。那么他到底他被放回来那些人，他会不会去家乡演讲啊？说啊，我在俄罗斯的日子啊，对不对？我在苦牢里面的日子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东西是谁救他回来的？是拜登，他要不要感谢一下？你还是得感谢一下吧，对不对？你多多少少还是真的是因为他才把你放回来的，不然为什么在特朗普时期他执政的时候都没有把他放回来呢？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放回来？当然你账要再算到现任总统身上。而现在包含了现在的那个特朗普前总统啊，他的副手范斯啊，他就认为是说，现在啊，这是因为是说怎么样呢？他们是担心川普2度当选了，所以就俄罗斯就觉得赶快换球，帮他们去助选了。其实俄罗斯要就是混乱了哦，就是有些人需要稳，有些人需要乱。那对俄罗斯来讲，他当然需要美国乱。那这个现在可以得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啊，这个当然也有人是说，那个拜登政府现在里面的人呢开始大搬风。那个范斯啊，那个特朗普的副手范斯啊，他就认为是说啊，这是他们已经确定了怎么样，那个特朗普他一定会当选，所以说他们现在开始收东西，准备捆包袱走路了哈。这个事情也都是蛮有意思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整个在三角战争里面啊，其实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叫做贺锦丽。为什么在贺锦丽身上是很重要的呢？各位，我们先讲一个破题，一个梗在那边。为什么？因为贺锦丽啊，他这个人他是黑皮肤的，是没错。说特朗普现在说你现在是黑人，那以前不是，为什么？以前说他是印度人，无论他是印度人或是黑人，那个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事情呢？各位，你没有想到的东西是在于贺锦丽她老公是犹太裔的，非民族的，不能这样讲啊，这嘴巴就是不听话。我修正一下哈，就是贺锦丽她的先生啊，就是反正就是那个种族的啊，那个种族的。所以是说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就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关系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在那个以色列总理啊，他来了之后，发现了现在在美国整个风势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要去结束战争的，因为他发现贺锦丽他的先生如果是跟他同一阵线的啊，同一个祖宗的，同一个想法的，那么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开始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所以是说，我们就发现了，在中东啊这个局面上面呢，包含了暗杀事件还有其他的一些互相的准备去挑战的事情啊，就开始变得非常剧烈。就是在于是说，拜登总统他确定我要让给贺锦丽来选，那贺锦丽现在几乎都已经可以确定他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就是下个礼拜可能就是接受提名而已，这只是走个过场那个基本上就真的只是跑龙套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是说，他会不会有其他人出来选？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这个机会他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说，你现在整个民主党里面呢，他们现在
已经从贺锦丽为中心开始去找什么，找了其他的一些人来当他的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为什么？因为贺锦丽大家都知道，你赢在你的性别，赢在你的皮肤而已啊。其实你没有赢在什么地方。你说政绩，你没什么政绩，你就是做个检察官而已，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政绩。讲话很犀利，但是呢，你过去的讲法也很多事情是经不起考验的一些发言。所以说，大家想说，那至少你要配一个有能力的一个副总统，拿个副手来挺你嘛。对不对？那个台湾选举或者其他地方选举都一样啊，关键是在副手啊，副手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变成什么东西呢？他就开始会见了，尤其是他们选举人票里面有19票的一个州的宾州哦，宾州还有19票，说他宾州州长叫做夏皮洛啊，还有亚利桑那的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凯利，就是他那个太空英雄啊，太空英雄。那这2个人就可能就是他其中一个的副总统的人选。那这2个无论选夏皮洛或者选凯利，其实对民主党来讲都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虽然你可能不见得是宾州州长去当副总统，但是宾州州长会觉得你现在选我当去副总统候选人，那我来得及去下一次选总统吗？你可能来不及，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变成是说，你未来当了副总统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跟现任总统的共进退，你就没有办法再出来选总统。那这个东西的话，他宾州州长他可能就想，我为了我未来可以当总统，那我现在是不是把别人送出去当副总统？那么以后他们下台了，因为下台之后呢，就轮到他了，然后他之后他是不是就可以出来当总统？那这个就有这些的一些考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整个民主党他现在的态势是越理越明，越来越清晰的打法。他们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副手，在这2个月里面把它打出来，那么百姓的激情就会起来。很多人的评论家他认为说，美国现在进入了垃圾时间，就是特朗普怎么打怎么赢。然后在上周以前的时候，都觉得说现在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啊，那个就是民主党你只能垂死挣扎，但是呢，你这个特朗普基本上是稳赢的。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周一周的变化，其实就变得差很大，相信各位也会有这些想法。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特朗普他也开始骂贺锦丽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顽皮鬼。变成一个顽皮鬼，说现在变成一个迷因啊，就是说认为是贺锦丽是顽皮鬼。那这个事情啊，当然就会变成的是说，你老人家怎么样去批判年轻人啊？这个东西就变成你世代里面变成会有一些怎么样，会有一些算是代沟吗？或是一些观念上的认同不一样。所以说现在啊，就是因为特朗普他是特别去训练人，说你现在才是一个，你现在才是黑人啊，以前你都不是黑人，还有你根本就只是个顽皮鬼，你是来捣乱的，你根本就不是认真要出来选的。但是到现在就变成是说，你贺锦丽其实他的一个怎么样呢？他的这个民调就开始上来啊，看民调开始上来。但整个我们看到他在7月初的时候啊，那个他们的整个民调里面啊，基本上都是特朗普去赢的。那到现在啊，基本上有6份民调里面，老师看过6份民调里面啊，他大概会有好像是3份还是4份啊，就变成是贺锦丽他开始已经有优势的状况之下了。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刚一开始讲到了，美国现在开始反移民，那我们就要看这个移民啊，它对于这个2党的满意度是在哪里？那在过去啊，非裔的话，他就对什么？对拜登满意的是5成，那对贺锦丽的满意是7成啊，当然这个是比较多一点的。西班牙裔的话，就是对拜登比较感到满意，就15%，但是对贺锦丽有高达50%。各位要知道，西班牙裔的他不喜欢拜登，但是他喜欢贺锦丽，因为拜登他是有一个白人优越主义的存在。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拜登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白人优越主义的，他就主张黑人跟白人要不同学校使用不同设备上不同厕所，黑人是不能够进入到白人的学校里面，他是专门去做反对这件事情的。那个人就是乔治拜登就是他就是他。所以说反过来讲的话呢，就变成是说，你贺锦丽上来之后，大家觉得那既然不是你这个白老头儿，那我就支持这个黑小姐吧，那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而年轻人呢，他也从了17%去支持拜登，现在变成40%的去支持的这个贺锦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移民呢，他们就变成是说他的心态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移民跟年轻人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大家不希望老人在治国，因为老人家做的事情真的是有时候很荒谬。比如说呢，大家都可以回忆起来，当时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啊，那个我们的特朗普老先生呢，他就希望怎么样呢？在公众上就说，既然病毒怕太阳，那我们是把阳光导到血管里面，让那个阳光去杀死那个新冠病毒呢？这是很有趣。那这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你说特朗普先生他对于新冠疫情有没有帮助？有的，他投很多钱跟人力，然后让这个药啊，本来需要2年的时间，就后来只变成到10个月就出了这些疫苗。其实
还是有他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啊。我们没有说特别支持谁，或特别不支持谁啊。这个记得，老师是台湾人，老师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我不是我全家也没有人有美国国籍啊，包含我的上三代跟下三代都没有美国国籍，所以是说。我们对美国内政没有兴趣，只是说跟各位分析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状况。而我们要去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为什么讲到移民呢？因为美国的总人口是多少呢？我们老师稍微做了一个调查，美国总人口大概是3.32亿啊，这个是老师看到可能不是很准，可能差1-2千万也有可能啊，因为这个是其实这个数字是比较旧的啊，大概2020年、2021年的啊，比较旧一点的。那白人的组成在美国是57.8%哦，这个它是也是一样过半数很强大的一个族裔。但是西班牙裔跟拉丁裔的那么它的在美国里面的人口比例占了18.7%，所以说西班牙裔的人他是拉丁裔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第三个才是我们老黑。老黑啊，就是非裔的他在美国的人口只有12.1%，所以各位以为他是有不是黑人就是白人，然后接下来西班牙那些拉丁裔的才是少数民族，没有这个。后来老师做这个功课才发现，不是美国是大州是没有大宗的人口是没错，第二多的人居然不是黑人，不是非裔，不是我们老黑，而是什么呢？而是西班牙裔加上这个拉丁裔的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族裔的。所以说，发现黑人他其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势。那接下来第5个是谁呢？第5个就是什么？第4个就是亚裔，然后亚裔就泛亚洲了泛亚洲包含了越南包含越南、韩国、日本还有新加坡、东南亚也是亚嘛，对不对？还有西亚、东亚这些亚洲的人口亚裔在美国占有它的人口是6.1%，那剩下其他的叫杂裔。可能包含中东人或什么之类，或是其他任何的人口里面占美国人口只有5.3%，所以说就变成是说什么样呢？白人人口是降低的那当然你变成白人优越主义的那些人，他会特别支持特朗普。为什么？因为当美国不够白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纯粹 ，no pure， 对，不纯粹的地方，他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焦虑的事情。不要说现在不会有了，我告诉你，这个。很多的亚洲朋友都觉得美国都是一个很先进，然后每一个人都会写好几码程式，而且他们小孩子特别厉害美国小孩特别厉害，对不对？2-3岁就会讲英文了，你看他们有没有很厉害这个现在其实是一个误解就不是2-3岁会讲英文，这个不是误解但其他地方他们并没有那么先进，他们的观念有些还停留在蛮早以前的，就差不多在2战以后那样子的观念，其实在某些州里面其实还是有的，他们还是很优越，是说这个美国应该就是白人的家白人才能够主宰这个社会这个就不要说南北方了，这个各位心知肚明，我们就不要去讲了。所以在这个州比在选举人票里面去看现在贺锦丽的一个整个民调都开始往上拉比如说亚利桑那州啦，或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州跟威斯康星州。那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贺锦丽的票都开始逐渐往上，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赢特朗普都没有每个都赢特朗普了。但是跟拜登一面输比起来，他可以逆转胜的州已经变多了。那未来2个月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非常难说。所以说，为什么老师在年初就跟各位讲，你不要急着叫我去讲命令名人堂，因为拜登会不会选下去我不知道。那现在拜登不选了，那我说贺锦丽几率很高，因为他今年的时运真的是很好这个有去学老师的一个师资班的，你把贺锦丽的八字打开来看，你就会知道老师在跟你讲什么。要学到40几级的你至少学到42级的才能够听得懂我跟你讲真的，你学到第42集就知道为什么老师说贺锦丽他今年的运气实在是过硬，他就满足了一个条件，说他实力是过硬的。那这么硬的状况之下，你说他会不会去当总统？这个事情真的还有得讲这个东西是真的是还有得讲。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它现在影响的层面是在于你的战场上的一个风向。那你现在变成是说，如果是贺锦丽出来的状况之下，他必须支持的拜登过去所遗留下的一些好的跟坏的，他都得去承接。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就觉得是说，我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对不对？因为你拜登拜登他就是专门去援助乌克兰的，但是你那个共和党不是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是川普上来的话，他就会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就是他自己讲不是老师去黑他了，他自己讲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乌克兰就等于亡完了你跟亡国没什么两样了。但是现在贺锦丽出来了，是不是我们还有机会挣扎一下？那包含中东的，现在以色列现在整个是杀红眼了一副就是怎么样呢？我要一个人去干到所有你们中东所有的人都来跟我打，对不对？你过来呀，
对不对？就这样子大家都来去打他，然后他跟大家去奋战一下，搞到现在美国的舰队都要赶快往那个以色列那边开过去。但是真的以色列能够挡得住吗？这个不一定哦，这个不一定，因为人家不一定要跟你打海战，人家没有一定要跟你打海战的。你的火箭炮，你是航空母舰是帮不了他的，你是绝对帮不了他的。加上如果以色列中东那边它里面有俄罗斯的力量，那请问一下，你捷音速导弹，你哪个航空母舰顶得住呢？有些事情就不是这样子去搞的。好，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好吗？好，我们看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再继续下去哈。澳洲没有办法落地成公民啊 ，OK， 然后这个老师可能是误解啊，因为老师有同学跑到澳洲去，他也变成公民了，他小孩也变成公民，他全部都变公民了。哦，老师的同学是这样的，好吗？那可能他的模式可能不是老师讲这样，但是的确老师很多同学他们举家都跑去澳洲了，那现在也是澳洲人啊，也是澳洲人。医疗会开战嘛？他都已经开战了，那么不是他会不会开战的问题，他已经会开战了，好吗？老师说2028年前完成统一，请问哪一年最有可能？那这个东西你又不要去篡改我的想法。我说的是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我没有说2028年。谁跟你讲28年？2028年去问他。我讲的从始至终，我从2019年我就跟各位讲，2024的前5年跟后5年，这是这个两岸之间统一的概率是极高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推背图所推出来是这样。那个就算我讲的是对的，这个2028的2024年的前后5年它统一了，但也不代表老师这个因为老师预测那个对了，那老师后面所有的预测都对啊，不是这样子，每一项解释是不一样的。我先一直想跟各位去讲，推背图老师解出来是没有错，即使我解第40项，它应验了啊，假设它应验了啊，真的是我们就统一了，也不代表第41项、第42项、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6、57、58、59，哦，都会应验？没有，一项一项应不应验，那是单项的事情，那不是说我前面对，我后面全部就对，啊，这个不是这样看哈，千万不是这样看啊，我怕到时候大家觉得啊，老师你前面那个应验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未来几百年是固定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个千万不要去误解哦，那个不要用这个想法，好吧？每一项我们用时间用子子孙孙来验证就可以了，好吗？贺锦丽是不爱笑，贺锦丽不查，贺锦丽爱不爱笑我不知道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好吗？啊，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下去哈。感谢 David 啊，感谢 David 旺赞助，好，感谢正豪赞助，感谢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节场啊，赞助一下或者是点个赞啊，都非常感谢各位的。好，来，我们继续下去啊，不然讲不完了，真糟糕。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状况，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世界的经济跟政治，它是非常的一个不好状况之下。首先就是什么东西呢？各位，你没有发觉到，老师在这一年啊，从现在开始往前推1年，老师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所有的事情，你不要想去说你要投资去致富。那有些人说老师，台积电买，我就一直不断加买，它一定会破2000，还破3000的。你看你这个礼拜，我看你有没有稍微有一点感觉啊？这个我先讲这件事情了。但是呢，我一直跟各位讲，你要保持现金才是为王，其他东西你跟现金没办法立刻变现的东西，比如说黄金可以立刻变现，但是你要持有10年以上，所以你不要说涨了，老师赶快让我说什么时候最高我可以卖，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好，老师告诉你的东西是趋势，我是算命的，不是那个经济趋势中金融高手，好吗？我看的是整个的这个时运跟星象运的状况。说黄金拿10年你一定会赚钱，然后你无论你什么时候买，放10年你一定会赚钱啊！你任何的10年线去看黄金，你都是赚钱的，包含通货膨胀。所以说你那个原来的币值不一样，但是你的数额一定会提升，因为它保值嘛。它的涨价原因是因为它保值，因为所有的工业都可以跟黄金扯上那个挂钩，所以说它保值。它既然保值，所以说当你的币值的那个这个什么通货膨胀之后。你东西变贵了，那么黄金也会变贵。所以说黄金为什么它可以抗通膨？你要放10年，你一定抗通膨。这个任何你时间点去抓，都是抓10年，你都一定会赚钱，不会亏，只是赚多赚少的一个问题而已。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那为什么只有现金资产呢？因为为什么现在这2周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看到波克夏那个华伦巴菲特啊，他就怎么样大砍50%的苹果持股。他套现了什么？套现38亿美元来去震惊市场。为什么说震惊市场呢？因为你现在不是应该去多持有？说美国现在多头的状况，你不是应该多持有吗？而且震荡难免嘛。像美国最近的一个
股市一直下杀，对不对？跟老师对坐的，我希望你都平安。没有了，开玩笑的，真的啦啊，那个自己要小心啊，你就按照老师跟你讲的，你实仓，然后你要设停损停利，基本上你跟老师对坐，你都安全，好吧？都安全啊，这是老师讲，哪怕老师讲对了，你有实仓，你有拿30%甚至25%的那个去杠杆化的仓位去下去玩，基本上你都是赚的啊，你就算是这次回档，你之前赚的你都还是赚的，好吗？好，所以说这个各位要去注意。所以说啊，华伦巴菲特他现在出手去丢苹果，他手上就握有多少现金呢？他握有2769亿的现金啊，他就没有说我要投资谁了，我就保持的2000多亿的现金在他的波克夏海参崴里面去留存。那有人说这个是不是代表你看空美股呢？啊，那现在他什么的也不讲，他就说什么呢？我就是要现金，留了现金就好。为什么他留了现金呢？因为现金这个东西是可进也可退，你不要说啊，通货膨胀吃掉你的现金，你放在哪个地方，现金都会被你吃掉，因为你3天都要吃饭，哪有不吃现金的，是不是？所以如果连巴菲特他都这么干的时候，那代表你持有现金，你的想法跟他一样先进，那么你为何不这么做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贪图的是股市的利息，我告诉你，人家操盘手要的是你的本金，这个各位你要去明白，你永远是在跟其他人在对做的，股市或任何期货市场都是一样，你永远是在跟人对赌的一个市场。你如果真的不是对赌，那你可以看老师最近的那个已经写完了还没 po， 就是我们的那些运势就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你要投有现金资产，你要去杠杆化，然后看好你自己的肯定的这个企业的标的，那么你买它的是它的什么？你给了它的成长，那你当然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说现在巴菲特如果他都这个的都是不做杠杆，他直接持仓投资的投资大师，他都这么做了，那么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了？而同时，从这个经济里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像美国它的一个百姓现在生活状况是比较痛苦一点点的。那有人说，老师我过得很好，我在美国我过得很好，那是因为第一个你带很多钱过去，第二个就是你本身已经卡到那个中产以上的位置了。当然可以啊，你那边扎根很久了，而且是华人穷的有没有？有。按照比例来讲，华人通常啊，老师的经验里面啊，在美国的华人啊，通常的啊，40%是那个贫穷线以下的啊，都过得很辛苦。那10%到15%，你是在中产阶级以上的。那你剩下的其他人在中产上下去不断的去晃动，上下晃动什么意思呢？因为你6万块美元以上。你大概就是所谓的中产，在美国的定义就是6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你就是中产。但是呢，你上调到那边，你可能好像到50万之间，还是100万之间，所以你的状况并没有这么好，但是你因为你有存款，所以说你的家道还蛮殷实。有些是之前你做了生意，所以是说你有些存款，那房子是自己买的，小朋友只要去怎么样呢？只要付好他的保险啊，他们2代、3代、4代都没什么问题。但是美国自己的本地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中华文化。他们对于储蓄这件事情啊，本身是比较没有，不能说嗤之以鼻啦，就是没有这么样的好的观念，他们没有那个对未来准备的很好的观念，因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告诉他，你就要一直不断的负债消费，你消费的越多，你过得越开心，你不用担心，你消费的越多，你工作的收入就越高。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负债消费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消费未来，是不是？我们把未来的钱也都可以把它赚回来了。有些东西就是一个谬论，但是似是而非的谬论，就觉得它是一个。本来就不成立的，你怎么会消费未来呢？消费未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就像买房子这件事情，中国也是一样，买房子这些有土石有财这个东西，真的指的事情是你有田土啊，你有办法产出，你才叫有土石有财。那这个有土石有财不是你有房子叫做有土石有财，而是你有田地你叫有土石有财，因为田地会长庄稼、长粮食，你有粮食你是不是就不会饿了，对不对？那还可以多拿给他去卖。所以有土石有财指的是你田地，不是你的房子。房子拿来住，那你为什么要去贷款30年呢？为什么要贷款40年呢？那就不必要的东西，因为你把你未来都消费掉了。有人说老师，我现在买了，我以后我老就不用怕了，不用怕了。我告诉你啦，你能不能活到40年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40年之后，你以后不用担心住的问题。这个东西想太多了，好吧？有些事情啊，不要被那些传统的谎言，然后让自己都相信了。讲到这里啊，转回来一点就是说，美国现在12%的人民啊，包含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非裔啊、西班牙裔啊、亚裔啊，还有其他裔啊，包含白人也在内。美国有12%的百姓啊，他们是仰赖食物券。食物券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一个社福系统，就是你今天你去领一个券，你可以去换食物，但多不多？不多哦。有些只能够有些啦，不是每一家。
有些你只能每个月领到56块美元的食物券。那当然，他的小孩子可能就一个啊，这个是不多的这个状态。而这个食物券呢，在美国它一年开支大概是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那1000亿美元代表是说我百姓他符合资格的很多，所以说我必须编这个预算，然后给你们去买食物。那这个状况呢，就变成是什么呢？变成一个很沉重的一个你的一个社福消费系统，对不对？那就变得非常严重了。所以它就变成怎么样呢？现在美国的国会需要能够立法严格去申请。原本是规定啊，年龄18到49岁的，你要申请食物券，你必须每个月你确保自己可以工作80个小时，那你不够，那你才去申请食物券，这是一个条件。那当然，你现在的新规定就变成把49岁的上限啊，把它调到54岁，意思就是说呢，过去49岁以上的你可以直接去领食物券，但是呢，现在是到54岁以上的你才能够领食物券。那其他以下的54岁以下的，你还是必须工作80个小时。80个小时是什么意思呢？一天工作8个小时，你10天就搞定了，你知道吗？每个月你就工作10天，你就可以领食物券。我怎么觉得这个也是怪怪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正常工作，你应该用不着吧？这个 I don't know， 这个可能就是一些特别的状况。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每一个人的，包含了怀孕的妇女啊，或是你就养未成年子女的啊，你都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去申请看看你的食物券。但是呢，你必须打一场官司，证明你的离婚的配偶或者抛家弃子那个对方，他不愿意去承担这个家庭责任，或者他出来他有给你们一些赡养金，然后你才能够去多领这个食物券。如果你之前的离婚的或者落跑这些渣男渣女，他不给你抚养费，那么对不起，你也不能去拿这个食物券。所以很奇怪，你都没饭吃了，那对方也不负责任了。然后呢，你就说，因为你的逃跑先生、逃跑小姐不给你钱去赡养你的小孩，所以是说你连食物券申请资格也不够。这个也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而且诉讼成本又很高，因为对方不付钱，你要打个诉讼叫他付钱，然后他付钱了，你才能去申请食物券。这个就蛮奇怪，其实就是让你得不到的意思的啊，蛮简单的。而同样状况之下，我们就回到川普身上，川普老先生他就说过，他上次执政就想要砍这个食物券的开支。为什么？对他来讲，我给你们吃饭那是应该的嘛，你们应该自己去上班买饭吃啊。但你怎么叫政府给你这个食物券让你去买饭吃呢？对不对？不合理啊！我凭什么请你吃饭？对不对？你花钱去买啊，不然我的超市谁去消费啊？是不是啊？就变成是说，川普就暗示说他的计划，他这个要取消食物券的计划，他还是没有改变的。那这个东西你讲出来，对一些他的支持者来讲，其实说白了他都会支持，但是对于其他的比较弱势的群众来讲，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影响美国选情的一件事情？包含了其实食物券也没那么好领啊，比如说你3年只能申请3个月的食物券啊，等等状况的都有很多。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在美国的贫穷问题是比较重的。为什么？因为它境内里面有数千万的穷人，那包含他们水电瓦斯可能都没办法去缴了，他们包含了银行可能都要被终止掉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扣不到钱，那银行就把你 close 掉你的那个 account， 你的账户就被关掉了。那他们所谓穷人是在哪个地方呢？他们穷人呢，他们就是年收入是2万块美金以下的，在认为是你怎么样，你是一个贫困家庭，2万块美金等于60万台币，60万台币，你觉得在台湾你是不是个穷人？肯定不能说富有，但是你跟穷字没有关系啊，除非你都是每个月氪金10万块，不然的话你跟穷字没有关系。那其他人呢？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越南的一个年均所得4000美元，在中国算不算是2万块美金算不算穷人呢？中国的年均所得是15000美元，那么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它到底是不是？其实美国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2万块美元你总是穷人呢？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到了什么？跟之前所讲到的就是什么？你钱从哪里赚，你就花在哪里，你不可以赚美元然后去越南花，你是做不到的。你赚美元，你就只能在美国花。问题是美国的物价有便宜也有贵，所以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老师做过这个一系列的去研究，但是没办法变成专题，因为最近太忙了。所以各位提一下，各位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在美国，尤其是美国，我当以美国为标的去观察的话，你就要发现，你只要是越穷困的家庭，他们的家庭成员，包含了父母或是其他的小孩，都是偏肥胖的。所以你越穷，你越胖。其实老师也观察，在亚洲也是一样，你越穷，你越胖。为什么呢？你这么穷了，你怎么还可以把自己吃这么胖？对不对？像老师没有钱，不怎么有富，有时候我很胖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原因吗？我已经发现这个原因在哪里了。所以他们就根据他们调查就发现了，是说什么呢？给你5块钱美元，你能够买到什么东西呢？你可以买到了一大堆的可能 cereal， 就是你的谷片或者是一些糖果啊，5块钱可以买很多。但是你5块钱，你不一定可以买到一颗甘蓝菜
啊，不一定啦，不是说一定，不一定可以买到一颗甘蓝菜或者花椰菜。为什么？因为新鲜食物很贵，但是科技跟狠活一大堆。啊，科技跟狠活一大堆。有个朋友跟老师讲是说，他在美国看到有些人吃东西是很奇妙，他们去吃那个斯托比里啊，以前我去香港看到他们写斯托比里啊，原来就是 strawberry 草莓，他们吃草莓也沾草莓酱。这吃草莓你为什么沾草莓酱？吃草莓为什么要沾草莓酱？我也是一脸懵，我说为什么你要沾草莓酱？哦，这样比较甜。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就像我老师以前吃炼乳也加一点，特别吃草莓加点炼乳，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存在吧？所以我现在都不吃了。所以变成是说呢，越穷的人他们必须要去吃越有科技跟狠活的东西，因为它便宜，而且吃这些科技跟狠活的时候，这些所有的资本所设计出来的食品添加物。高油、高糖、高盐，全部给你高进去之后，你一吃进去就有幸福的感觉。你有幸福的感觉，你就会继续吃。那继续吃的话，你就不会去拒绝它的消费，对不对？所以都变成是说恶性循环。你健康的食物你吃不到，健康的食物就变成有机的啊，有机的就是有钱人去吃，对不对？我们吃的就是有毒的。老师去跟金老师去买菜之后，哦，现在很多的超市都卖有机的。我跟他讲，我们家庭这个条件，不要看有机的，我们看看有没有有毒的，有毒的看能不能吃的比较便宜一点。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他们现在就变成是他们的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说包含社会系统跟百姓，你没有办法创造更多的收入，这一个是问题。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美国的经济它之所以老师一直跟他讲会有问题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真的强悍的工业可以拿出手，他们都一直服务业，服务来服务去，你必须要有一个能生财的东西，能生财的东西就是什么？有土是有财，你这个地上长庄稼，美国有4大粮商，这个 OK， 但是其他的工业呢？你的工厂不闪车子。对不对？还是你没有办法做剪刀？没办法，又回到我们这一年来跟各位讨论的，当一个国家你没有足够的工业输出的时候，你的国家准备就完了，好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发现到是说，现在这个有些人评论就是说，那这个状况之下啊，美国状况不好，加上这个政治之间的纷扰，经济也不好，那会不会让习近平会去攻打台湾呢？啊，这时候美国政治专家。他就说，你只要拜登退选，那习近平就会打台湾。那现在打了没？还没打。但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好，老师喝口水，你可以给我喝口水。巴黎奥运2024巴黎奥运竞赛，俄罗斯4年统一中国，奥运赛美国竞赛中国吗？那个奥运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去参加运动。那奥运这个事我真不知道啊，我知道我就跟你讲知道，这个我真的没法知道，因为就说就这样吧，我真的不知道，好吗？好，感谢书建，感谢书建的赞助哈，谢谢，感谢您哈，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有阿包老师按赞，谢谢。乌克兰总统跟以色列总统下场会如何？他们会如何？他们当然就是历史会有记录啊，对，泽伦斯基跟那个纳坦雅胡，他们在历史上已经有名字了啊，也算是名留千史了，对不对？真的沾草莓酱真的沾草莓酱吗？吃草莓真的沾草莓酱吗？以前在日本 Costco 写美国草莓不如日本的好吃吗？日本的水果有些好吃，有些没有那么好吃了对，日本的富士苹果还不错，但是其他东西就不咋地，因为它的气候的问题。好，那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下去赶快讲剩10分钟，结果我只讲了还不到1.2段了，真的昏倒。所以说就变成一件事什么呢？接下来中国跟俄罗斯他们开始在7月24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个战略的编队当然他也进入到了美国阿拉斯加的 ADIZ 的一个航空识别区。那美军他也开始紧张起来，你 F-16跟 F-35A 还有加拿大的 CF-18都开始参与拦截，说你们进入我们的一个航空识别区了，可不可以请离开一下等等之类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就开始担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现在中国现在在大举征兵的意味存在，就是说呢，他们已经退伍了这些义务役士兵或者自愿役士兵他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回炉重造可以回炉重造，就继续当兵。那美国就很担心说，你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打算打一个世界大战呢？你们已经有百万雄师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征兵呢？为什么要叫他们2度入伍呢？那你难道你要变成更多的士兵吗？那但是同样的状况之下，其实美国也是百万大军，但是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那中国的军队就算现在百万大军成长了4倍，变成400万大军，我觉得也不夸张了，毕竟中国人在世界影响力这么大。但是呢，中国会不会扩展到那么大的军备？其实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有机械狗，
打巷战，他不用人命去打，他那么多士兵干什么？对不对？那你要去操纵无人机，那也靠程序员去做，那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驾驶飞机。所以中国它需不需要扩军？会，中国是需要扩军的，但它扩军是扩的是什么？科技人才，它不太需要去跟你太多的那些拿着大刀砍鬼子这样子的人去参加他们的军队。所以说，他们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在退役军人他们需要安置，因为退伍之后他们有些东西啊，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一直被留营，但是呢，你可能快30岁的时候就叫你，既然你要退伍就让你退了，也不让你留了。那这些人在社会上面就产生了什么？你产生了一些，你还是有优待，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志愿者在哪还是可以有，但是你基本上你的收入可能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变成是说就没有办法去在社会上开始重新的好好生活。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在把这些退伍的这些解放军啊，招回来，然后给他们辅导，有些还能用的就再用一下，不能用的，那么我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把你安置到解决，是说你退伍军人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各位要去知道，中国有些犯罪者他是退伍军人，就他犯起罪来啊，你还真的是不好抓，而且他下手之快之狠啊，那是有经过训练的啊，那个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啊，就变成是说他们是进行的是这个2次入伍的老兵啊，他们是要去自愿啊，这些人2次入伍是必须你要自愿，而且你要符合条件，你才可以再次入伍，其他状况之下是比较不行的。所以说，你说中国现在想要去打一个世界大战啊，这个状况是比较低的。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还是中国它本身的一个经济。中国的一个经济啊，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是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降温降太快了，所以是说它现在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去维持它自己的什么，维持它自己的成长。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啊，我们在前2个礼拜我们谈到四中全会这个地方啊，我们就有说到他们现在维稳，而且你的这个经济成长不能只靠土地，所以他们进行了一些税制改革。中国在这次四中全会里面呢，他们做税制改革里面呢，包含了什么？包含给地方的税收啊，他们的比例可以上升。也就是啊，地方过去是靠卖地卖给建商，官商勾结，不是什么官商勾结，就是官商勾结了。怎样？你就是官商勾结哦，然后来去做这个什么那个都市的重建啊，比如说拆迁啊，然后有一些发钱啊，然后盖大楼啊，然后开始卖啊。那这个东西呢，就变成商人赚多啊，政府赚少一点，那也不少了，就变成造就出什么呢？政府就习惯以卖地当成振兴经济的手段，或是盖一些面子工程变成一个经济手段。但是现在的中共就变成不说，你现在如果是要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话，你这个事就不能这样搞。所以说现在他们对于这个期房，也就是所谓的预售屋，也开始进行了管制。预售屋到底好不好？其实它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这个老师不是这个房屋专家，也不是这个银行专家，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只能说，你要衡量你自己的能力了啊，不要被房子绑死了。那当然，他们的预售屋有没有办法调整到符合真正所需要的？那这个就要看状况。但是重点就是在于说，中国在第2季的经济成长率啊，他们预测的是5%，但实际上是多少呢？实际上并没有达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啊，在第2季，就是我们的1、2、3、4、5、6月的时候啊，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只有4.7%，只有4.7%，所以说大家说中国你看完蛋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有4.7%呢？因为你不动产都卖不出去，你为什么还有4.7%？不动产它是不断的下跌，为什么你还有4.7%呢？当然是因为它的出口旺盛。有没有回到我们重点来了？中国现在能够维持它的经济，是因为它的出口旺盛。就是因为它的出口旺盛，所以说它的经济可以是一直维持在一定的水位上面。加上各位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哈，你看这个整个亚洲经济跟欧美经济它的对比的时候，你要知道，中国它现在是鼓励了什么？鼓励的是下乡，把它的一个城乡之间的差距给降低。你要降低城乡差距，你一定必须做2件事情。第一个，你盖地铁。地铁你要往农村那个地方过去，所以现在他们的农村有些农村的确是有地铁，那个地铁一出来就是旁边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毫无人烟的啊，就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农村。这不要说，就算你在上海你在最后一站那个地方，通常都不是怎么热闹的区域。上海不是全部都热闹，很多人以为上海就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没有。上海它有很多区，它有青浦区，它也有陆家嘴，它也有浦东，它也有静安。每个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买到5000万的豪宅，你也可以买到50万的套房说人民币啦，它有不同的一个做法。但是它之所以会这样做，那是因为它把
地铁都延伸起来，到一些你可能都没有什么价值的地方哦，它还是给你去盖地铁。为什么？因为你才能够延伸出去。所以中国现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后的政策，就是要做成一个中国式社会主义，然后他们要鼓励下乡，下乡你就必须干建设，干建设你是不是就有内需？有内需你经济就可以活过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需要的这些基建的东西，它需要进口，但是不多，大部分都可以中国里面自产自销。就是中国的一些商家或工厂，他们已经可以供应你这些你要去做农村建设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进来。当然你带起来之后，后面你还是可以进口一些加拿大的一个木材呀，去给那些商品房去做装潢，但还是可以。只是各位去知道啊，这每一个国家它在陷入在经济低点的时候，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美国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我就让你饿不死，然后呢，让你继续的去一代一代的继续帮我们做打工人。但是中国的另外做法就是想办法让百姓不要造反。百姓不造反是什么？除了让你是说不要饿肚子之外，第二件事就让你有事情可以做。中国现在就业率实在是不行，包含了一些大学生啊、硕士生啊，他们出来有些人都直接任命去跑滴滴或者是跑一些外卖。这个事情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各位要去知道，如果它的一个下乡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你的乡村呢开始回乡，你回乡之后就有人住原来拥挤的这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你也是开始回乡，有人住的状况之下，你回乡状况之下，那你的乡下的地方，你是不是也需要外卖？是不是也需要网约车？你是不是也需要其他的物流的东西？你是不是需要这些快递小哥？需要怎么办？原来挤在大都市这些没有办法就业到了这些人口，无论是本科生还是大专生还是什么生，你都有办法回去里面都还可以去就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去看一个国家它有没有办法内消耗。内消耗就是让他自己可以有这个方法去处理。那目前看起来，中国是有这个能力去消耗他自己的这些劳动力或者是一些市场的一个存在。但是呢，能不能很快这个没办法，因为中美贸易战对美国来说有伤害，对中国来讲也是有伤害，伤害程度不一样。那什么时候会好一点？当你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个结算机制更加成熟的时候，那么你整个模式，整个中国的经济就会开始迎来一股大反转。反转之后，跟中国在一起的一带一路，还有这些配合的这些 RCEP 的，都会牟利。所以说就包含了包含阿根廷啊，他们这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意大利啊，他们这些人都要来中国重新去谈判。我之前跟你讲，我不要一带一路，现在我们要其他的想法，我们可以不要一带一路，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其他的合作？因为你必须还是需要有人去消费，不是靠我们的一个意志力就可以去消费，这个地方是有差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说，我们要过去跟未来去看，整个中国或是在亚洲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金融结算机制。过去的那些 SWIFT 或者其他的一些结算机制，它能不能够开始变成多核心化的结算？也就是说，大家不是只靠 SWIFT， 而是可以靠多元的结算机制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整体的经济尤其是亚洲的经济将会迈来一个很高的一个高点。这个老师这边可以跟各位做预言只要亚洲的结算机制从中国那边做出来，亚洲的经济就迎来了翻转。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受到美元的一个掠夺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就会变得很多，好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那这个最后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先讲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面对到的就是中东的问题。中东问题我们当然知道他们就被空袭就是这击杀自主党最高的指挥官哈马斯领导人也被那个什么也被处理掉了。所以伊朗的总理哈米尼他就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当然前2天他是说他要在72小时之内要开始全面攻击以色列，但是现在的状况能不能有这个结果呢？这个很难说。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伊朗他自己的国民卫队跟他们的国军这2个体系是差异蛮大的。国军是蛮穷的，他们的国民卫队革命卫队那个是比较强大的，也就是他们民兵组织的实力是高过于政府军。为什么？因为民兵组织他们是可以自己开公司的，他们可以去做贸易，可以做一些商业行为的，但是国军不行。所以这2个地方一比出来，就变成是说，你民兵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是比较富有，将装备比较精良，但是哈米尼他能够做的事情是指挥你的政府军。那么你指挥政府军，那你能够打的东西，其实你的武力是不够的。所以他要真的去跟以色列单挑，我觉得他的勇气是比较大，除非所有的穆斯林好兄弟同时间跟以色列开始多线作战。如果所有穆斯林的兄弟全部同时间对以色列发起攻击，那么以色列就会败。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以色列就会败。所以现在只有黎巴嫩真主党他空袭以色列，只能发数十枚火箭弹。那数十枚火箭弹是没有什么卵用的，这个各位应该知道。
之前的哈马斯他打了5000发，说他进去是可以打到以色列，但是你拿数十枚，对不起，人家的铁穹就直接把你挡到外面了，开一个纱窗你就进不来了。所以你射出去，你也只有宣示的效果，那个很难。但是我们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现在英国跟美国他们呼吁他们在这个以色列还有中东地区的公民，趁你有机票的时候赶快离开。各位，你要么记得一件事情，前2年老师在看那个裴洛西老太太来的时候，跟各位讲过一件事情：台湾什么时候危险？台湾危险的时候，就是当你的那些白人老爷他们叫你在台湾的这些白人的兄弟们，你赶快离开台湾的时候，那这时间大概差不多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当这个是个很直接的事情。当他们呼吁他们公民赶快撤侨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差不多了。那台湾现在没有这个状况，对不对？但是在中东地区有了，包括以色列地方有了啊，这个状况是比较严重的，也包含了什么呢？包含美国他们的一些调查机构啊，就发现他们的一个披萨指数啊，美国在五角大厦里面的披萨指数变得比较危急了。什么是披萨指数呢？就是代表是说，在这个五角大厦四周这些披萨店啊，他们就叫外卖送披萨到五角大厦的量变高了，而且他们附近酒吧的来客量降低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是说五角大厦里面的人啊，非常的忙碌到他们没有办法准时下班，然后出来喝一杯，所以说他们只能在办公室里面吃披萨。那吃披萨对他们来讲，当然就是习以为常的食物，那没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叫自助人去送，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就变成是说，他们现在的在五角大厦里面也是忙乱成一团。那这个状况就有可能会爆发的，在这样中东地区啊，会比较大的混战，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它本身的国军很弱，但是我们现在确定它是有核武。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人数不够，核武来凑。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非常紧张的一个事情。当第一颗核武产生在地面上，又重新的绽放它的光芒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我们就要开始怀念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无论老师刘月怎么写的光不光明，当第一颗核子弹在近代了，今年第一颗核子弹在土地上绽放的时候，无论它炸的是哪一国的人民，我们要怀念现在的日子了，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预期的事情，它就会开始发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当然有媒体去预测伊朗它报复计划是用无人机去攻以色列，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因为什么呢？因为无人机它的续航力够不够，它火力够不够，它操纵熟不熟练，这个是一个问题之外，因为美国已经调来了80架的一个陆基那个什么战斗机，还有什么部署了12艘军舰还有40艘的这个战斗机。现在已经就到了什么地方了？到阿拉伯湾附近了。所以是说他们 F-22中队已经赴了中东，准备开始打。那你无人机在上面的时候啊，你基本上有这个去打的时候啊，你可能就容易受到他们电磁干扰。所以说，你除非走陆战你直接用人带着炸弹冲进去，带着钢盔往前冲，那这个才有办法，不然其他状况是很难的。你要打空战啊，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它的强项，你要攻击它是并不容易的。而现在最重要是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如果土耳其它这个穆斯林国家，它也加入了对以色列的战争之中，那么，请问北约要不要开始进行了一些动作呢？当然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的对手不是俄罗斯，他的对手如果是以色列，土耳其如果跟以色列打起来，那以色列一定会受伤。那请问以色列受伤之后，北约成员会不会进攻呢？一人挨打，全部上手。这个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吗？就不会，所以就变成以色列，他现在只能讲他能不能动，他不能动，他一动，整个北约都会面临瓦解的状态。因为俄罗斯会说，你北约一个人被打，全部都去上，那结果他跟以色列打，以色列攻击了土耳其，然后你们都没有去打，那很简单，你不敢打土耳其，代表你也不敢打我，那我就继续把乌克兰全部吃了，我就一步一步的鲸吞蚕食，我哪里有钱，哪里有电，哪里有矿，我就占领哪里。这个事情就容易在从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看中东的状况之下，就会变成很困难就变得很困难。而这次的哈马斯的领导人呢，他们被他们暗杀掉了。其实这个状况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状况，不是说他死亡很有趣，而是在于是说以色列在这个状况就是你杀死一个鸽派的，他就会上来一个鹰派的，他希望把这个事情搞得越矛盾，把矛盾扩大。你把矛盾扩大，那是不是说他自己的问题越小呢？这个不会。当矛盾扩得越大的时候，以色列败的会越快。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老师还是跟各位讲，俄罗斯不会输，以色列不会赢，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赢，因为他只要引起任何一个状态，不是美国要不要帮他，而是
大家为了不要被他陪葬，那么他就必须要牺牲。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颗核武无论在哪里爆炸，无论它炸的是伊朗、叙利亚还是以色列，那么这个世界就产生极大的混乱。在那个之前，没有人想要去跟他谈这场战争，那么这个状况就会变成他不能够赢，因为他一赢，其他人都要跟他陪葬。这个其他的，无论是影子政府或任何的一个政府，都不会倾向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回到乌克兰上面看，乌克兰它现在也是怎么样呢？受到俄罗斯的全方位的攻击哦，包含了什么呢？包含它乌东的重镇啊，波克罗夫斯克哦，可能有点难念哦，他们就怎么样呢？他就遭了24小时里面就遭受到了52波的攻击啊，也包含了阿夫迪夫卡哦，阿夫迪夫卡也要开始被俄罗斯去占领啊，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乌克兰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抵抗俄罗斯的一个进攻，因为美国已经没办法给他钱了，那其他人也不愿意给他弹药了，因为给你大概也是完蛋。所以现在的泽伦斯基的想法只有一个：我现在愿意谈，那么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谈？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谈？因为我不设前提的谈啊。中国你现在介入，我现在拒绝，但是呢，俄罗斯你愿不愿意跟我谈？但是俄罗斯愿不愿意跟他谈呢？我都赢定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跟你谈呢？我都赢了，为什么要跟你谈？你给我一个理由让我跟你谈。我怎么打怎么赢，为什么要跟你谈呢？当然，俄罗斯方面就是回答他说啊，你就是怎么样呢？你就是只能等啊，我看看我自己有什么打算再告诉你。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局势都变得一个非常扭曲的地方。在这个8月真的是会非常扭曲。当然，我们已经还没公布阳历9月流月总论我写好了还没有播，下礼拜才要播出来。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可以预测9月比较另外一种模式，但是在之前跟之后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状态，好吗？好，那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先不提因为超越时间了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美国3大粮商，一个是法国路易斯，对了，那个讲3大粮商第4个才真的是我们的曾辉真的是很厉害这个所有话题他都跟得上。我觉得你来讲这个课，我觉得可能会讲得比我好。以色列会再次灭亡吗？不会不会他不会再次灭亡他也不用怕再次灭亡。没有，我告诉你，联合国的功用是在哪里？联合国的功用就是大家不要再改变世界地图，但是这个状况可能没办法去维持，因为第一个你抵不过俄罗斯，第二个你也压不住以色列，那么阿富汗那些东西你也没办法去好好的去做处理的时候，那么世界地图还是得重画的，就懂老师意思吗？这还是得重画的。所以说这个联合国的未来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说，联合国或许会有一些重大的改革，因为你不把它进入一个大破，你没有办法再大力。人类享受和平时光有2代人的时间了，但是大家忘记了，其实和平真的是来之不易。各位说是吗？好，那这个有些我们大概讲完80%，剩20%大概是比较不重要，我们就先跳过。那一样老师跟各位讲我们在8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终止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天赦日我们在天赦日这次举办的这法会所以说它的一个能量是比较强大的是神明同意的啦，不是每个天赦日我们都可以用神明同意我们就用天赦日来给各位做消灾忏罪，对我们不知道过去我们做的错事，我们做一个忏悔，我们做一个劝解真的很抱歉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那请表达我的悔意。虽然你不知道做错什么事情，但是表达悔意很重要嘛，对不对？如果你受委屈了，你也希望你那个让你受委屈的人可以跟你表达歉意嘛，对不对？至少你有这个态度拿出来，他不一定会原谅你，但是有时候持之以恒的我们表达我们的歉意的时候，有些事情大家心结就有办法去解开来了。就像什么呢？就像跟哄老婆一样，对不对？哄老婆哄女朋友一样，哄一次不开心，你就一直哄久了他就开心了嘛，对不对？那你哄久开心了，那冤亲债主也是一样，道歉久了持之以恒，那世界上没有打不开的结，只有你愿不愿意去尝试的化开看看就是看人，那看各位要不要参加。那我们的举办时间是8月12号，那8月10号就会收官。那下周3我们要更新什么呢？我们是要属兔属龙，下周3我们更新2025年生肖属龙的流年总论解析。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